父亲惹了圣上，举家流放前夕，给嫡姐找了一门好亲事。谁知嫡姐嫁过去后，婆母不喜，夫君不爱，困在后宅举步维艰。而我在流放途中嫁给穷书生，竟是流落在外的皇子，一跃成了王妃。嫡姐不甘被我压一头，拉着我跳入池塘溺水而亡。再睁眼，嫡姐死活不肯嫁到林家。我知晓父亲惹怒了龙颜，不日家中就要被流放。这一门婚事便让给妹妹好了，我要同父母共荣辱。我笑了，共荣辱是假的，想做王妃才是真的，却不知成王府才是真地狱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知晓父亲惹怒了龙颜，不日家中就要被流放。这一门婚事便让给妹妹好了，我要同父母共荣辱。听到嫡姐的话，我的心中微微有些诧异，看到她面上坚定的神色，我心中暗暗了然，看来她同我一样也重生了。父亲因为在朝堂上中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，惹得龙颜大怒，不仅父亲的官职被剥夺，就连府上100多口人全都要被流放至边疆苦寒之地。嫡母提前得到了消息，立马替嫡姐物色好了一门亲事。前世嫡姐不愿跟着家人受苦，便低调嫁了出去。嫡母有些不解地看向嫡姐，低声质问道：既然你清楚家中的状况，那你为何还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受苦？对方虽然不比家中财产丰厚，但我已经打点过了，可保你一生平安顺遂。嫡姐没有犹豫，又将刚刚的话重复了一遍。父母自幼十分宠爱我，我怎么能舍得和你们分开？看到我时，他的眼睛微微一亮，他柔弱无骨的手揽住我的胳膊，仿佛我们两人就像是亲密无间的姐妹一般。只有我能感受到，身体仿佛被一条毒蛇缠绕上，难免一阵寒战。注意到我的瑟缩，嫡姐的眼底闪过了不屑。她凑近我的耳旁，压低声音道：这一次也该轮到我来做王妃的位置了。是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嫡姐。她从不肯在我面前掩饰她的野心，在她的眼里，像我这种可以随手捏死的人，根本不配让她警惕。可偏偏就是我这种人，坐到了嫡姐梦寐以求的位置上，这让她感到十分屈辱。她可以容忍自己过得不好，但绝不允许我这个庶女踩在她的头上。父亲回来后，迅速敲定了我的婚事。在他的心里，最后是谁嫁出去都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必须保留下自己最后的血脉，这可能是他最后翻盘的希望了。前世，父亲哪怕到了边疆，还幻想着嫡姐能够怂恿女婿将他给捞回去。可他的幻想注定会落空，每月雷打不动的3封信，可京城里却连1封回信都没有。父亲不信嫡姐会如此绝情，于是开始打点信差，想要询问嫡姐的近况。如他所想，嫡姐被婆家的人给绊住了脚。原来她嫁给的那户人家看不上嫡姐家道中落，便有意搓磨她。在我嫁出去的那天，嫡姐脸上的笑容止也止不住，她有些得意地看向我，迫不及待地向我描述着我未来会遇到的种种情况。我可是早就听说了，你未来婆母可是个极难伺候的人，她会处处打压你，不给你吃饱饭，而你的夫君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，只能默默看着你受苦。我微微一笑，并未将嫡姐的话放在心上。难道她真的以为前世我和那书生赶回京城的时候，路上就真的一点意外都没有吗？从没有哪条路会是一帆风顺的。那就让我们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吧。我带着并不丰厚的嫁妆以及一位丫鬟，便风风火火地嫁到了林府。林哲远并非如同我想象中怯懦，反倒仪表堂堂地在府前等着我的到来。当他看到我时，耳尖悄悄泛红，有些无措地看向我。我知晓自己的外貌出众，要不然嫡姐也不会自幼只喜欢欺压我了。我朝林哲远露出了一个笑容，借此表示我的态度。林哲远垂下头，低声说道：抱歉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家里只能将婚宴置办成这样了。夫君不必过多解释，我对家中的情况略知一二，若是现在风风光光的置办婚宴，才真是不该。林哲远似乎没想到我会直接改口唤他夫君，当即有些面红耳赤，撇过头不敢看我。我笑了笑，似乎嫡姐口中描述的林哲远和我真正接触的有一些不一样。等我进了府后，才明白林府真正的情况。
相比于从前家中奢华的装潢，林府就显得简单多了。院中仅仅摆了2桌，上面连肉菜都没有几道。不过这对于我来说已然十分珍贵了。嫡母一心为自己的女儿铺路，所以才能在一众清贫人家里寻到了林哲远，这足以见得林哲远的人品是好的。而且我又不比嫡姐娇贵，林府反倒是适合我。见我的面上没有异样，林哲远稍稍放下了心。将我带到房间后，他红着脸递过来了一碟点心。小姐舟车劳顿，这会儿应该饿了，不如先吃点点心垫垫肚子。母亲现在还在午睡，拜堂恐怕还要再等许久。此话一出，我身旁的丫鬟有些按捺不住了，她当即发问道：姑爷这是想给我家小姐立规矩吗？我们家中如今虽然没落，但到底不是可以任人欺辱的。更何况我家夫人早已提前给令堂打点过了。丫鬟的话让林哲远有些无措。早在丫鬟刚一开口时，我就已经明白了她的用意，但我并未打断她。哪怕我的心中已经被林哲远的人品有了计较，可在这种事上，我还是想看看他的态度。好在他只思考了一瞬，便立刻向我表明了他的立场。我知道母亲此事做得并不算厚道，日后也会好好规劝她。如若你在母亲那里受了委屈，也可尽管来告诉我，是母亲的错，我绝对不会姑息。林哲远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不怕婆母日后的搓磨，但是如果林哲远的拎不清而帮偏嫁的话，也会给我增添许多不必要的烦恼。和我预料中一样，直到傍晚，婆母院里才差人过来。等我和林哲远赶到的时候，院中只零零散散的坐了几个人，而婆母正坐在大堂的正中央。见我们过来，她阴沉下了脸色。一个小辈敢让这么多长辈等你，真是好大的脾气。难道你从前在家里的时候就没人教过你规矩吗？我并未回话，而是将视线似有若无地落在了林哲远的身上。究竟是说得多，还是做得多，就要看他的表现了。看到林哲远坚定地站在我身前的背影，我的心底说不感动是假的。无论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亦或者是我前世的夫君，每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要我忍耐下来，从没有一个人肯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母亲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明明沈小姐已经很早就来了，结果您午睡不肯见人，难道您现在还想倒打一耙不成？看到林哲远严肃的表情，婆母的神情一时间有些发懵。不是沈家差人告诉我，他们家大业大，规矩也多，所以一定要晚上拜堂吗？我一大早就被人给喊了起来，结果沈家的人这么对我，还不能让我心里有气吗？听到林母的话，我的心下已经有了计较。看来这一切又是我那个嫡姐做的好事了。她见不得我日子过得太好，所以故意给我送上一份大礼。只不过看着林母委屈的神情，我微微一怔，想起前世嫡姐一个劲的贬低林母就是个乡野村妇，还极其善妒。这和我看到的真的是同一个人吗？我不卑不亢地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放到桌上。婆母，这是儿媳特意为您准备的礼物，还请笑纳。看到盒子里精美的耳环，林母一时呆愣在原地。她张口指了我好一会儿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片刻后，她才有些懊恼地说道：你居然会给我准备礼物？沈家的人不是说你看不上我们家吗？这下轮到林哲远坐不住了，他忍不住说道：母亲，直到现在您还没看明白吗？沈小姐根本就不是您误以为的那些沈家人，她为人谦逊有礼，怎么会看不上您？反倒是您偏听偏信，好大的架子！林母满脸的愧疚，直接将手上家传的镯子不由分说地套到了我的手腕上。抱歉啊，闺女，都怪我年纪大了，耳根子也软了，居然会随便听信了别人的谗言。以后你就是我亲闺女了，要是受委屈了，不用憋着，告诉我就行。我别的本事没有，教训一个臭小子还是绰绰有余。看到林母豁达的面庞，我不由得笑出了声。这分明就是一个性情豪放的老太太，哪有嫡姐说的那么夸张？如果说我之前只是隐隐有些猜测，那么此刻我可以确定了，上一世嫡姐就是专门在外面败坏林府的名声。没有了误会之后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林府上下一片祥和的气氛。直到我和林哲远回了房间后，面对满屋子的寂静，我们两人的脸上不免有些燥热。最后，
是林哲远主动拉着我坐到了镜子前。他不紧不慢地替我卸了头上的珠钗，又替我打来了热水洗脸。烛火明明灭灭，我和林哲远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。我不记得我们两人是谁先主动的了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被林哲远给吃干抹净了。不过看着他恬静的睡颜，我的心底一阵满足。当我早起和林哲远一起去林母屋里请安时，我竟意外发现林母的身旁坐着一位面容陌生的姑娘。一时间，许多不好的想法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有些迟疑地看向林哲远。上一世我未曾听狄姐说过林哲远有纳妾的打算。正当我以为这是重生带来的连锁反应时，林母出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这是林哲远的妹妹林未央。来，未央，快叫嫂子。我和林未央的面庞不由得都泛起了红晕。不过看着林哲远和林未央相似的面庞，我悄悄松了口气。我让丫鬟拿来了手镯，直接塞进了林未央的怀中。林未央本想还给我，我故意板着脸说道：未央妹妹可是不满意我这个嫂子，所以连礼物都不想收。林未央被养得极好，她哪里遇到过这种事？只是当她将求救的目光落在林哲远身上时，林哲远轻咳一声道：既然你嫂子让你收下，那你便收下吧。看到兄妹俩如出一辙的面红耳赤，我在一旁偷偷掩面而笑。不过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。3天后，我得到了沈家举府被流放的消息，而沈父在离开之前，竟偷偷命人送来了信件。看完信件后，我整个人怒火中烧。原来沈家之所以选女儿嫁入林家，都是算计好的。如今林哲远是冷宫里一位不受宠皇子的太傅，沈父居然想让我撺掇林哲远，鼓动那位皇子谋反。不过我转念一想，不怪沈父如此疯狂，这已经是沈家最后的机会了。自从沈家出了事之后，从前沈父交好的官员全都断了往来。一时间，沈府门庭凋零，就连求救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但林家却是个意外。林家贫穷，偏偏林家的老祖母病重，急需钱财看病。可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林家，谁都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沈家不仅看中了林家缺钱，更看中了林哲远背后牵扯的皇子。不过这注定要让沈父失望了。根据我上一世的记忆，这位冷宫里的皇子虽然有真才实学，可却并没有大臣认可他。后来太子嫌他碍事，给他投了毒。所以无论沈父谋划的再多，全都是白费。林母见我拿着信件，呆愣在原地，她的面上闪过一丝不忍。她不由分说，直接揽住了我的肩膀，大大咧咧道：虽然现在沈家出了事，但我成了沈府的恩情，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先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日后我肯定会好好对你的。林母的存在，弥补了我这么多年来缺失的母爱。因为没有母亲的庇佑，不管我受了多么大的委屈，全都只能让我一个人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做事，也习惯了将所有的事情埋藏在心底。可林母看穿了我的伪装，她主动来驱散走我满身的阴霾。我的面上露出了一个浅笑。母亲说的是，我日后也会如同妻女般伺候您。我也并未因为沈府的事难过，只是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。沈家的离开并未在我的心底掀起太大的波澜。早在我亲生母亲在我面前自尽那天，我对沈家最后的一丝留恋就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了。母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，沈父对她一见钟情，利用强权强取豪夺。哪怕母亲再过一天就会嫁给心仪之人了。自从母亲嫁入了沈家后，沈父日日留宿在她的院子里，这让善妒的嫡母有了别的心思。他开始安排下人在母亲的膳食里下了药。在沈父的折磨以及药物的刺激下，母亲疯了。可母亲哪怕是疯了，也是极美的。后来母亲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一次意外，她竟对我大打出手。当母亲清醒过来，看到我满身的伤痕时，她泣不成声地抱住了我。我犹记得母亲自尽的那天，那是一个雪天，因为天气太过寒冷，狄姐也歇了教训我的心思。于是我轻而易举地在厨房里偷了2个肉包子，小心翼翼地带回了破败的院中。可当我打开房门时，看到的就是满地的鲜血，而母亲就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脸上满是释怀。
没有了母亲的庇护之后，我在沈府的日子变得愈发不好过了。不仅嫡姐时常让下人教训我，就连嫡母看到我那副和母亲愈发相像的面庞，她也控制不住心底的恨意，时常将我喊进院子里，对我进行鞭笞。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后，我也不是没想过寻求沈父的帮助，可他对我的遭遇充耳不闻，甚至有时还会落井下石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日，我的身上没有一块好肉，衣裳也被鲜血浸染。当嫡母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我时，沈父走了进来，可他看到我的伤痕时，不咸不淡地说道：“真是跟他的母亲一样，养不熟的白眼狼罢了，早该给他一个教训了。”我那天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强压下心中的怒火，不至于冲动地和沈父争论。我知道，在高高在上的上位者眼里，我和我的母亲都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。那天过后，仇恨的种子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，直至长成了参天大树。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能打压沈家的机会。所以在林哲远进宫辅导皇子功课的时候，我提出了想要一同前往的建议。林哲远有些为难地看向我：“婉婉，你也知道皇宫不比其他的地方，那里守卫众多，规矩森严。如果让人发现了你女扮男装进宫，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。”这时，一旁的林未央突然开了口：“哥哥，从前我都能和你一起进宫，我相信嫂子也可以。只要她不说话，没有人能够发现她的身份。”我有些惊诧地看向一旁安安静静的林未央，难以想象她这副恬淡的外表下居然藏着一颗离经叛道的心。正如林哲远所说，一旦被侍卫发现，是要被砍头的大罪，甚至可能还会牵连家里。可林未央偏偏能够全身而退。未央妹妹说的对，我一定不会被守卫发现的。冷宫里的那位是八皇子，他生性冷淡，但是心肠却是极好的。当初我生了重病，未央是为了照顾我才乔装打扮跟我一同进宫的。虽然守卫并未发现未央的身份，可是八皇子发现了，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甚至还偷偷塞给了我银子，想让我去看病。一路上，林哲远的嘴未曾停歇过，一直在向我介绍着八皇子的生平。也是经过林哲远，八皇子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又鲜活了几分。上一世，因为我远在边疆，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。直到我跟随书生王爷一同回京时，为了混入京中的圈子，才特意打听了所有人。八皇子是淑妃生下的，淑妃性情温婉，和皇帝也算得上是一段佳话。树大招风，盛宠正浓的淑妃自然成了别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在淑妃的宫里，搜出了刻有皇后生辰八字的娃娃，上面布满了诅咒和银针。听说皇后当即被吓晕了过去，而皇帝脸色阴沉，直接将淑妃打入冷宫。偏偏那时，淑妃被查出了怀有身孕。为了皇嗣，淑妃被幽禁在了一处偏僻的院落里。不仅淑妃遭到了贬斥，就连淑妃的母族也被皇帝剥去了官职。淑妃认为是她给家族招来了灾祸，于是在生下八皇子之后，她便投河自尽了。只是在自尽之前，她留下了一封字字泣泪的血书。除了皇帝，没有人知道上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。只是从那天之后，八皇子便被一个人丢在了冷宫里，自生自灭。皇帝连为他再找一位抚养的妃子都不曾，这也从侧面向众人表明了皇帝有多么不喜这位皇子。皇宫里的人惯会捧高踩低，我都已经想象到了八皇子这些年在冷宫里究竟过的是怎样一番生活。皇宫的守卫明显已经认识了林哲远，没有过多的盘问，我便跟在林哲远的身后来到了皇宫里。我跟在他的身后，七拐八拐来到了一处萧索的院子。在此之前，我很难想象在富足的皇宫里会有这么一处荒凉的院子。八皇子在看到我时，明显一愣。林哲远打量了一圈四周，在注意到没有外人后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是我刚刚娶进门的夫人，她听说了我要进皇宫，想来和我见见世面。”八皇子的神情一松，也没再多说什么。这倒是应了之前林哲远说过的话，八皇子当真是个面冷心热的人。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以此当作要挟的借口，狮子大张口了。虽然林家如今确实一贫如洗，但我能看得出来，林哲远身上的才学不浅。
若是能过了科举，早晚都能在朝堂上有一番作为。这对于孤立无援的八皇子来说，也是一份不小的助力。我的心下有了计较，于是主动走上前行了一礼。我低声说道：八皇子殿下，我知道你想要替淑妃娘娘洗清冤屈，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帮你得偿所愿。上一世我曾见过八皇子，那是在我和书生王爷参加朝中大臣的生辰宴上。八皇子仪表堂堂，但眉眼间的一抹阴郁，显得他整个人看起来十分可怖。直觉告诉我，八皇子的身上有不小的秘密，所以我曾找人打听调查过他。可除了淑妃的事情，八皇子的身上就像是有一团雾包围，让人看不真切。在得到八皇子的消息时，是他的死讯，所以我赌八皇子能坚持到现在，是为了淑妃，是为了能洗清压在他们身上的冤屈。幸好我赌对了。此时的八皇子远没有后来的城府，他皱紧眉头，满脸阴沉地看向我。你知道你刚刚在说什么吗？就算你是林夫子的妻子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但看到我脸上的坚定后，他的心中难免升起了一丝希冀。这些年他在冷宫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，苦到他可能咬牙撑不到那天了，所以在看到别人施以援手时，他才会犹豫。你是林夫子的人，我可以信你一次。根据我的调查看来，皇帝对八皇子的心中有愧，所以皇帝才会特意找来了林哲远教习八皇子。林哲远家世普通，但却有真才实学，这是皇帝在千挑万选之后才做出的选择。而沈父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所以才会急匆匆地找女儿嫁入林家。若是赌对了，那距离沈家东山再起也不远了。可皇帝心中的这份愧疚还是太轻了，要不然八皇子的院中不会这么萧条，他本人更不会瘦得像一根竹竿。皇帝之所以这么对他，还是想看看八皇子究竟能走到什么地步。他膝下皇子众多，仅仅一个毫无实际又没有背景的八皇子，还是太过于渺小。可淑妃的死却又日日夜夜地折磨着皇帝，就连我都能看出当年的事情有蹊跷。作为淑妃的枕边人，皇帝又怎么可能心底一点怀疑都没有？只不过是背后牵扯出来的势力太过庞大，庞大到皇帝不能连根拔除，只能牺牲淑妃。所以摆在八皇子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争宠。既然他的背后没有任何势力扶持，那便只能孤注一掷，获得皇帝的宠爱。听完了我的分析之后，林哲远有些敬佩地看向我。之前是我小瞧你了，夫人，我向你道歉。没想到你仅仅通过这一点信息，便能推断出背后这么多未知的消息。我并未邀功，这是我经过上一世八皇子死后的消息，以及林哲远介绍后，我勉强拼凑出的答案。最重要的是，八皇子是死于太子之手。我不相信一个背景深厚又深受帝后宠爱的人，会对一个毫无威胁的冷宫皇子出手。我认真地看向八皇子，缓缓开口道：逝者已逝，重要的是活着的人该如何活下去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心里还恨着皇帝，可你面前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，你必须借助淑妃的死，让皇帝对你产生怜爱之心。这是你目前唯一翻盘的机会。八皇子得宠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，仅仅半年的时间，他便在朝廷中站稳了脚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得到了一群大臣们的支持。虽然现在还不足以和太子抗衡，但已经有了一战之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嫡姐和他的王爷夫君一同回了京城。皇帝流落在民间的皇子，在说书人的口中又演变成了许多故事。所以当嫡姐回京的时候，万人瞩目。只不过这种注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贬义的。皇帝病重，底下的皇子争权十分严重。这时候又来了一位民间的皇子，哪怕他并没有实权，也碍了很多人的眼。更何况嫡姐回京时可谓是出尽了风头，他特意买通了很多人造势。在我得知了他的做法后，心底不住的冷笑，还真是愚蠢的一如既往。明明这个时候夹着尾巴做人还来不及，偏偏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明晃晃的靶子。嫡姐也不负我所望，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了我。可我以照顾婆母为由，直接拒绝了她。
这也让他在京中成为了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他心中怨恨我，于是故意在一次宴会上堵住了我。看到我身上朴素的服饰后，他不屑地说道：“看来林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没用，要不然怎么连你来参加宴会的衣裳都拿不出来，居然让你穿得如此寒酸。”听到嫡姐的话后，我的心中明白，看来他回京后并未打听过如今林家的地位。林哲远如今靠着八皇子，在朝堂上也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职。虽然林家现在还到不了家财万贯的地步，但也不至于被人指着鼻子说寒酸。果不其然，嫡姐的话音刚落，周围就已经有不少人笑出了声。一开始，嫡姐还以为那些人是在笑话我，可直到她看到不少人用戏谑的目光看她之后，才明白自己再一次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笑话。她不顾身份，大吼大叫道：“放肆！我现在可是成王的正妻，你们这些人怎么有胆子笑话我？等明日，我定要让王爷狠狠参你们一本。”这位书生王爷虽然被皇帝封为了成王，拥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府邸，可他到底没有实权。别说现在有不少朝中大臣的家眷，就单是一个林家，也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。可嫡姐不懂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依旧不停地大吵大闹。因为声音太大，成王跟在众人的身后赶了过来。看到大闹的人是自己的王妃后，他赶忙上前拽住了嫡姐。他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来这里闹什么？来之前我不是警告过你了，一定不要给我惹事。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，赶紧给林夫人道歉。”而林哲远自然也注意到了站在嫡姐对面的我，他快步走上前，眼神中满是对我的担忧。“没事吧？”见我并未出事，他这才放下了心。随后他严肃地看向嫡姐，冷淡地说道：“不知我家夫人是哪里得罪了王妃，值得王妃不顾身份，直接在宴会上脱口大骂。如果成王不能给下官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下官不介意让圣上亲自决断。”嫡姐震惊地看向挡在我面前的林哲远，他皱紧眉头打量着我们，似是不明白为什么林哲远和上一世的反应截然不同。当然不一样了，人总是真心换真心的。嫡姐没有用真心去对待林家人，自然也没有人会真心待她。成王没有问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直接拽着嫡姐朝我道歉。从来都是嫡姐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她哪里肯向我道歉？她挣脱开了成王的桎梏，恨恨地瞪了我一眼之后便离开了。成王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去，但在对上我们的视线后，他又很快恢复了原样。他饱含歉意地说道：“林夫人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回家一定会好好教训他。”看着成王的背影，我的脸色一点点冷了下去。他还真是和从前一模一样，懦弱，只会对自己的妻子大呼小叫。上一世，每当我在外面受了委屈的时候，成王总会让我做小伏低朝对方道歉，哪怕对方做错了，哪怕对方的官职只是个芝麻小官。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便是：“我们初来乍到，还是不要轻易得罪别人了。怎么别人单单只欺负你，还不是因为你做错了？”可偏偏他只会在外人面前胆怯，回到王府后又仿佛变了一个人。他会整日里用皮鞭抽打我，会用各种各样难听的话骂我。或许在他的心里，他娶回家的妻子连一头牲畜都不如。所以每当嫡姐羡慕地看着我时，我又何尝不羡慕嫡姐？谁都不知道，这一世当嫡姐将婚事让给我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有多么窃喜。当晚，嫡姐回到王府后，果然遭到了成王的责骂。我得知这一切的时候，心中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。在我看来，凡事有得必有失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按照你预想中的发展。但当我看到仔细为我洗脚的林哲远时，我的脸还是红透了。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你给我洗脚，都会耻笑你的。林哲远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。从前我父亲就会时常替母亲洗脚。你替我操劳着整个家，我给你洗脚怎么了？我还怕我做的太少了，你会生气。再说了，疼老婆的男人才会飞黄腾达，我这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。我被林哲远的话给逗笑了，我笑得腰肢乱颤，自然没注意到衣衫渐落，露出了里面的春色，也没注意到林哲远看向我时越来越幽深的眼眸。次日一早，成王府递来了请帖，
我看到在外面候着的丫鬟，红着脸捶着林哲远。都怪你，要不然现在也不会有外人看我的热闹了。林哲远拦腰将我抱起，那就让我来好好服侍夫人赔罪吧。我过得越好，狄姐自然越发记恨。所以当我赶到成王府后，她愤怒地将茶杯摔碎在我脚边。我冷下脸，淡淡地说道：你该不会真以为上一世你能杀了我，是你谋划的好吧？上一世，我是被狄姐推到池塘中溺死的。前一秒她还在我耳边言笑晏晏，下一秒一把将我给推了下去。我眼疾手快地抓住了她，将她一起拽进了池塘。看到她慌乱的模样，我满意地闭上了眼睛。既然我都要死了，干脆就拉一个垫背的好了。狄姐震惊地看向我，指了我好半晌，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。你真以为你那点小把戏我会看不出来？你欺压我惯了，连演都不屑于在我面前演一下。狄姐顿了下，神情复杂地看向我。你既然知道我要害你，为什么还跟着我出去？当然是因为我也不想活了。前半生被家人欺压，好不容易逃离虎穴，却又入了龙潭。我自以为的爱人，只是喜欢虐打我的感觉罢了。狄姐见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她，恼羞成怒道：他打我又怎样？至少我现在是人人敬仰的王妃，而你只是个五品小官的夫人罢了。甚至等以后，我还会坐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，而你只能跪在我的面前。看到狄姐眼中浮现出癫狂的神色，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夺嫡之争，自古以来都是残忍的。上一世，就连我都不敢让成王参与其中，狄姐又是哪里来的胆子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更何况我和狄姐之间早就隔了血海深仇，我们两个人早就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。所以当我从成王府离开的第一步，便是找到了八皇子。我想将上一世在他和太子之间左右摇摆的大臣整理出来了一个名单，交给他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在八皇子的寝宫里居然见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，林未央。两个人原本靠得极为相近的人，飞快地错开了距离。八皇子红了耳廓，轻咳一声道：林夫人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我并未搭话，反倒是戏谑地瞧着两人。到底还是少年心性，他们两人很快便败下阵来。将名单交给八皇子后，我郑重地看向林未央：你可知道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，背后付出的艰辛？林未央没有任何迟疑，坚定地说道：我知道。我撇撇嘴，看来八皇子这条贼船，我是想下都下不去了。但我想象中的夺嫡之争还没开始，就已经结束了。皇帝直接下了传位诏书给八皇子。彼时我正在家中和林哲远商讨着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当宫里来人将我们传进宫中时，我和林哲远纷纷愣在了原地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不可置信。当我们赶到八皇子府上的时候，太子以及成王夫妇全都被人捆绑在地。见我们过来，八皇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既然你们来了，那成王妃就交给你们处理好了。看着狄姐陡如筛糠的身体，我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。狄姐，你是不是从未想过会有落在我手上的一天？狄姐虽然想让成王夺嫡，可成王到底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，所以狄姐退而求其次，主动找到了太子求合作。她知道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太子，所以干脆提前站队。可她忘记了我。我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提醒着八皇子躲开了一个个陷阱。与此同时，八皇子一直都在向皇帝上眼药。要知道，哪怕皇帝病重了，也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觊觎他的皇位。所以，当太子和成王一有谋逆的心思时，很快就被镇压了下来。八皇子登基那天是难得一见的好天气。我送走了林哲远后，便来到了后院之中。狄姐被饿了3天，看到我时眼睛都泛着绿光。可兴奋过后，她眼中满满的全是忌惮。我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温柔地说道：狄姐，说来我还要谢谢你。妹妹敬重我，婆婆偏爱我，夫君宠我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怀上了林家的孩子，现在夫君还要为我争一个诰命。可你呢，姐姐？瞧瞧你这满身的伤痕，看来在王府的生活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吧？狄姐的眼睛布满了血丝，
阴狠地瞪着我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直接用匕首结束了狄姐的生命。姐姐，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太寂寞的。你的夫君很快就会去阴曹地府陪你。看到他如同纸娃娃般倒在我的面前，一直缠绕在我心底的最后一丝阴霾，此刻也消失殆尽。直到下午，林哲远匆匆地朝我走来，他一把抱住了我，有泪滴落在我的颈侧。他哽咽地说道：“夫人，为夫终于给你挣到了诰命，以后你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。”我微微一愣，心底有暖流涌过。原来这些日子里，我为了四处游说而受过的委屈，林哲远全部都知道。他虽然没说，但全都默默记在了心里。这是第一次，我感受到被人重视。我红着脸凑到林哲远的耳畔说了句话：“我有喜了。”他猛地抬起头，眼底闪烁着喜悦。“夫人，我何其有幸今生才会娶到了你，我发誓以后一定会一心一意待你。”我双眼含笑，主动回抱住他。嫁给他也是我做过正确的事情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